华气2190型7吨重卡接受军代表的检阅。好，非常好，何厂长、周书记，还有各位华气的同志们，你们又一次创造了奇迹啊！短短半年，你们就攻克了德国和苏联需要花费5年才能完成的新款重卡的研发地形任务。这一壮举不仅增强了前线的作战能力，也更有力的加强了国防现代化建设。我代表前线指战员感谢华气的辛勤付出，感谢所有参与会战同志们的不懈努力。同志们，今天的成果是大家努力拼搏、流血流汗换来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是你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华气子弟永远是党的好儿女，华气人永远是祖国最坚强忠诚的基石。只要祖国需要，华气人就能够顶上去，排除万难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你们继承了第一代华气人永不熄火的精神，在中国重卡制造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我代表华气党委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试车员爱长安，到，出列，这儿。现在，我郑重的宣布，任命试车员艾长安为送车队队长，沈中华总工程师为技术顾问，跟随军代表同志的队伍，把10辆2190型7吨重卡安全地、完好无损地送到部队大后方，为前线的战士们及时送去支援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怎么？出什么事了？唐爷，唐姨，我爸怎么样了？过度疲劳，引起急性休克，挂瓶水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小夏，阿姨多句话，你爸爸身体太虚弱了，要好好休息。再这样熬下去，身体啊，迟早会出大问题的。知道了，谢谢唐姨。多看一下啊，小李啊，再去拿点药。长安，帮我去跟厂长和书记说一声，我爸没事了，让他们别担心了。那你一个人能行吗？我可以的，我也想多陪陪我爸。那行吧，我去了。嗯。醒了。你呀，就是不知道爱惜自己，以后不许这样了。我肚子饿了，我去给你打饭。
不必来看我呀。哎呀，你可把我们吓坏了。爸，您什么时候醒的？嗨，我也就睡了一小会儿，看怕你们哥哥紧张的，没事。你这还叫没事啊？你作为华旗的老总工，非得把腰杆子累折了，趴在地上起不来，这才叫有事儿，是吧？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小夏，给厂长洗个苹果去。哎，老哥，我跟车队去前线的事儿没得商量。既然没得商量，那我也直说，我有权利命令你留在厂里边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哎呀，咋了？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，你如果真的倒下了，那怎么带领新一代的华旗人继续技术革命呢？这我知道，可眼下只有确保7吨车安全完好的送达战区，我们的任务才算完成啊！我们之前所付出的努力才不算白费。目前厂里也只有我能够应对卡车出现的任何问题。华旗历经前线，才走到这最后一步，革命尚未成功，我咬咬牙也得挺过去。谁说只有您能应对卡车出现的任何问题啊？我也可以。葛厂长，我在大学可是学了4年重卡相关的专业呢。这段时间在厂子里，我也是天天泡在五改漆上。我有信心，可以替代沈总工完成送车任务。小夏，别开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，我很负责任，也很有信心。在华汽，除了沈总工，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去送车。因为啊，我有一位最好的老师。我可是新时代的大学生，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遨游了4年呢。我接触到的都是现在最先进、最顶尖的信息跟技术，说不定啊，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部分，我还能略胜您一筹呢。哎呀，沈夏呀，巾帼不让须眉呀！啊，老沈，你现在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啊？嗯，不行。为什么？战场上子弹不长眼睛，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，我不想，也不能再让你陷入危险的境地。爸，我知道您担心我，但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你也不可能永远把我藏在身后，张开双臂来保护我。我有信心，我比您想象当中啊更加强大。厂长来了。哎，秀艳啊。哎。中华，打从咱们家到了华旗，就把根儿扎在这儿了。这么多年，为了让咱们国家的重卡早日奔赴到各个生命线，你不管孩子，不管家，我说过什么没有？我今天要说你2句了。沈春，他是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。咱儿子是好样的，是咱家的光荣。沈夏，打小就不是一个娇滴滴的姑娘，有主见，有担当。上战场，他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呀？咱家的孩子个顶个的勇敢坚强，你这个当爸的不能拖后腿，听到没有？
哥，很久没来看你了，实在抱歉啊。但是你得原谅我，我呢，也是为了给咱华气争脸，才小小的忽略了你。我今天来呢，我是有件好事要告诉你，咱华气五改期顺利完成了，而且好话都让你说了。我跟春哥说个啥嘛？说你这只野猴子怎么大闹天宫的？我怎么就是野猴子了？我这分明就是齐天大圣，中德真经。呀，下来！真是可惜了你就不应该当试车员，你就应该继承宝珍姨当评书艺人的衣钵。呀，要不是在你哥面前，你信不信我真的？你给我一个向春哥汇报的机会，这还差不多。春哥，明天我将作为咱们厂唯一的送车员，跟随部队将咱这10辆219零型7吨重卡送上战场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保证完成任务，不给咱华气拖后腿。另外啊，我再跟你强调一下，我将作为全场唯一一个开车的。我作为咱们华气唯一一名技术顾问，一同前往前线。我还没炫耀，你嘚瑟个啥？你能不能在吹哥面前给我点面子呀？哥，爱长安确实不错，很有长进，甚至于在沙漠拐带我们班长喝酒，让我们班长差点迷途沙漠。最厉害的，他竟然搞个人英雄主义，孤身一人前往腹地寻找我们班长，顺带着把自己也给弄丢了。一般人是干不出这种事儿，爱长安就不是一般人呐。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啊！得了，我先撤了，你跟我哥说点悄悄话吧。哥，我先回家吃饭了，爸妈等着我呢。你呀，好好教育教育这只野猴子，让他在战场上给我消停点，别给咱华气丢人。你不跟我一块儿回去啊？哥，你妹妹才不是一般人呢，就俩字儿，带劲。春哥，咱们的7吨车落地了，但是这车成不成功，得上了战场，才能得到检阅。我想去前线，可是我又怕去前线，因为在那儿，不过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顺利地将咱的7吨重卡送上战场。我也一定保护好沈夏的周全，这是我向你的承诺。不能留神，知道吗？到了前线，第一时间给厂里挂个电话，告诉我们大家你们平安的到了，听见没？爸妈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也会照顾好爱长安的。听见了吗？妈，我幼儿园毕业10几年了，我不是小孩子了。哎呀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，只要我挨这世上一天，就得一天为你操心。这就是当妈妈的命。妈，您命好着呢。再说我都退伍多少年了，我这又不是回战场打仗去，我把咱这7吨车送到那大后方去。大后方不是前线，离前线远着呢。哎，爸，你给妈解释解释。你说两句。一路平安。好的，都顺利。敌人！敌人！
走了。爸妈，那我走了啊。早点回来，说你不听见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走了。路上留神。看，沈夏一定平安回来，花期期间等着你们。小夏，吃了晕车药还是不行吗？没事。云南这边现在是雨季，高温又高湿，你们在黄河高原生活久了，肯定不适应这边的环境，再加上这山路啊，颠得厉害。来，长安，车速怎么慢下来了？你该怎么开怎么开，这么点困难我还是能克服。沈夏同志，这段山路非常危险，确实需要放慢速度。赶紧动员，集合！连长，我回来了。大牛，是不是前线出事了？报告连长，敌方昨夜趁我方换防，突袭占领了3辆高地。报告团长，新少连陈志远顺利完成建设任务，辛苦。哦，这位是艾长安同志，华气的试射员啊，这位是沈夏同志，华气派来的技术顾问。两位同志一路辛苦了。不辛苦。现在情况紧急，我们就直奔主题。昨夜，敌军趁着暴雨抢占了我302高地，军师长命令，明天凌晨派一队加强排，以奇袭的方式夺回高地。我们炮团必须尽快把152加榴炮运出前方大山，在进攻之前提供炮火支援。我们炮团配备的都是你们华气的5吨车，前方山路上有一段连王坡，特别陡峭，今天早上还突发了泥石流，5吨车居然都过不去了。现在奇袭的行动不可能延迟，要是我们的重炮不能准时到位的话，敌人居高临下，我们的加强连战士们暴露在敌人的直线火力范围之下，伤亡惨重。
所以，华旗的同志，我现在必须要问你们一句：7吨车能把大炮运上去吗？我现在必须要你们一个准确的答案啊！刘团长，5吨车发动机功率是147千瓦，7吨车已经增加到206千瓦，扭矩也从748牛米增加到1072牛米，而且在来云南之前，我们特意更换了越野性轮胎，整车的越野性能肯定要比5吨车强得多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有谁走过现在的阎王坡？路况到底怎么样？这次泥石流特别大，烂泥还带下了很多石块，5吨车拉着152加榴炮根本过不去。有多少石头？有几块大的就不说了，勉强能绕过去，但是遍地都是这么大小的石块。有超过40公分吗？应该没有。刘团长，我相信我们华汽的7吨车拉着炮能过去。我们华汽的7吨车经过重新调教，底盘升高，马力增大，差速器的传动系统更加先进，比我们的5吨车通过性一定是更快、更强、更稳定。而且，咱们的152加榴炮离地间隙是40公分，所以我有信心说这样的话。你当过兵？报告首长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旅汽车团汽车兵艾长安，去年正式退伍，在部队开了3年老5吨。但是刘团长，5吨车的自重是9吨多，7吨车的自重已经是11吨多，加上重炮和炮弹的重量，能不能通过那道全是烂泥和石块的陡坡，我目前也无法给出精准的预估，只能靠实践来给出答案了。好，参谋长，动！任务紧急，不能再耽误时间了。你现在通知1营1连，用新车拉野木炮和炮弹做个先锋。要是能顺利通过野王坡，大部队立刻出发。是。先生，报说。咱们7吨车可千万不能出岔子啊！当然不能，不然的话，那30多个战士。怎么样？能修好吗？没有伤筋动骨，这些老5吨车都皮实得很，看上去惨不忍睹，但其实都是皮外伤，稍微花点时间就能恢复原状，放心吧。好。哎呀，我在炮团10几年了。这些5吨车跟战士们一样，都是我的兵。虽说上战场多磨练能长本事，但磕了碰了总是心疼得很。不管是战士，还是这些铁家伙，都是我的战友。我希望他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毫发无伤的回家。这些老5吨车都是20年前的设计了，对于现在战争需求来说，确实有很多不足。尤其是云南前线这边，不仅海拔高，而且坡陡路险。5吨车确实不如7吨车优越了。沈夏同志，你的意思我听懂了。我也知道5吨车过时了，就像我们部队，有老兵退伍，也有新兵入伍。不是有句老话吗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就算将来部队的车都换成了新7吨，这些老5吨也永远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战友。到了分别那天，我们一定会敲锣打鼓欢送他们光荣离开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当过兵的人，即使离开了部队，脱下了这身军装，这里永远是个军人。重感情，够热血，有担当。沈夏同志，听了这番话，我真想给你敬个礼。
大牛，这新车感觉真不错，我觉得杨王坡问题不大。到了再说吧。找到了吗？我方没人，附近也不见人。这么大一伙人，能去哪儿呢？报告连长，在车库里发现这张纸条。胡闹，纯属胡闹！沈夏，我跟7吨车一起把炮送到阵地，然后把第一手资料带给你。正常。华西派来的什么人？这上战场是请客吃饭吗？这出了事儿，这责任谁来负？车辆悬挂系统正常。埋伏！我们掩护，你继续拉炮，一定要将炮弹送到前方。敌人的火力太猛了，看守无法安全度过。小刘太阳子！报告团长，拉炮的重卡在阎王坡下面遭到了敌人的偷袭。
坚持住，坚持住啊！连长，报告连长，敌人大概1个班，打了5分钟就跑了。关键是，大牛可能被埋了。什么？连长，你看那边有血迹。从驾驶室一直到这儿，这塌方前是个山洞。对不起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看到我们华西那位同志了吗？没有。他是跟着华西的车一起过来的。他们俩是不是都在里面啊？给你润润嘴啊！你别说话了，这里边氧气越来越少，保留点体力。别担心，
前敌有救，加快速度！你快点从石头缝里给我蹦出来！你这是野猴子！连长，这后边就是洞口。来，骑车车，把石头拉走。走，去找钢丝城，走。